这一次世界卫生大会虽然在中国大陆的压力之下，台湾无法正式参与，不过各位的表现，全国的人民都有目共睹。那么我谨代表国家向各位致上最高的谢意，感谢大家的辛劳。那么这次我们的世卫行动团前进日内瓦，跟世界各国、跟国际组织举行了高达59场的双边的会谈，同时也举办了论坛，在公卫专业上跟各国来交流。那么在这里我也要感谢在大会的期间为台湾仗义直言的14个友邦的国家，其中盛文生跟帛琉在辩论中的发言，经过网络的直播，更是正面的彰显了台湾的诉求。此外，世界各国主要的国家，包括美国、日本、德国等等，都表达了对我们的支持。这些都是世卫行动团结合政府及民间的力量所得到的阶段性的成就。那么，我们成功的让世界了解，台湾能够为全球卫生安全做出实质的贡献。世界的防疫网更不应该排除台湾。那我要强调，参与世界卫生大会是台湾人民的普世的人权，不该因为政治因素而受到干扰。中国大陆在 WHO 的这件事上对我们无理的打压，已经造成了两岸关系一定程度的伤害。我要再一次强调，北京当局应该正确解读去年选举的意义，新的时代已经来临，两岸领导人共同维持两岸的和平与繁荣，这才是我们共同的新课题。我们的承诺不变，善意不变，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，但是绝对不会在压力下屈服。各位就是不在压力下屈服最好的例子。这一次我们在日内瓦有辛苦的前线同仁，在台湾也有很坚强的后盾。卫福部的同仁每日跟日内瓦零时差连线核对资讯，制作清楚的说明，再透过社群媒体向国人同胞说明访团每天的行程跟突破。你们的脸书我都有在看，也分享了转贴，真的做得很好。我希望政府各部门都能以这一次的文宣计划作为参考。所有热心的民间力量也是政府最好的队友，除了我们民间宣达团，还有台湾医学生发起的世界卫生大会台湾青年团，以及来自医药界等各领域团体的支持，我也要在这里表达由衷的感谢。最后我要特别感谢这一次访团的团长陈时中部长，他全力以赴突破了各种难关，勇于据理力争，为台湾人民的健康权利发声，让全世界了解台湾所遭受到的不公平的待遇。我要给陈部长最大的肯定，辛苦了。当然不只是陈部长，所有相关的部会、前线的卫福部、外交部及驻管同仁的打拼，不只是我，相信所有的国人同胞都看在眼里。今年 WHO 选出新的干事长，我希望各位将新的情势转换为新的契机，而我们这次努力的成果，争取到的国际的认同，这些都将成为下一次我们国际参与的重要的基础。我们期待未来台湾能够跟全世界的盟友携手合作，一起为全球卫生安全尽心尽力。各位辛苦了。